我跟表姐同选夫君，一个是70高龄的老头，一个是年方20的病秧子。表姐飞快选择了病恹恹但年轻的慎郡王，只剩我和陆老王爷面面相觑。然后我哇的一声哭了出来。陆老王爷颤颤巍巍地给我塞了一块饴糖，毕竟那年我才6岁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皮皮听书。我们家给皇帝小儿卖命，一家子人都死在了北疆，就剩我和表姐2人。皇帝小儿思忖半天，决定给我们2人指个好婚。满朝王宫正妃位子还空着的只有2人，一个随时要去见阎王的病秧子慎郡王，和一个随时要去见阎王的70岁异姓王陆老王爷。表姐听到这个消息之后沉默良久。我听到这个消息之后问乳母还有没有饴糖。表姐的纤纤玉指恨铁不成钢的在我额头上一戳，蠢丫头还吃。我咬着糖含糊不清的嘟囔，表姐先选。乳母脸色阴晴不定，把我抱走后也没忍住拧我一把，傻丫头，你爹是大将军，他爹才是个骠骑将军，要选夫君也该你先挑。但见皇帝小儿的那天，表姐先一步表达了对慎郡王的倾慕之情。面色苍白的瘦弱年轻人一边咳嗽一边应承下来，只剩我跟陆老王爷面面相觑。我扁扁嘴，哇的一声哭出来。陆老王爷颤颤巍巍塞我一块饴糖。乳母面色铁青，但是已至此，她也没有别的办法，只能看我穿着一品诰命的红色朝服嫁入陆王府。陆老王爷官居20年，一朝又来了个新王妃，人人都来看热闹。谢完皇恩，拜完天地，我掀开盖头，看过喜堂内一张张陌生的面孔。陆老王爷虽然没有亲生子嗣，却有许多侄子们，侄子们又生下小孩，如今热热闹闹的在厅里跑着。一个小男孩对我扮了个鬼脸，你好丑。陆老王爷呵斥一声，小兔崽子，却并不严厉。我还在发愣，乳母已经气得大骂，我家姑娘如今是王妃之尊，怎能受此侮辱。陆老王爷叹气，喃喃不哭，又给我一块糖。他是快入土的人，来了个比侄孙女还小的王妃，他除了给糖，实在无法可想。小男孩瞧着无甚惩罚，仿佛得到鼓励似的，更加胆大，又折返跑过来。这次除了骂，还冲我吐了口水。在场陆府人都笑嘻嘻地看着这一幕，他娘笑得最大声。吐完口水，他转身又要跑，不料我突然伸出了手，一把拽住了他的头发。我爹娘以前忙着打仗，除了乳母，我的朋友分别是大黄的崽子和二黑的崽子。大黄是狗，二黑是羊，只有我是人。我们3个崽最爱的游戏就是一团混战，所以面对挑衅的生物，我完全是本能反应。我扎稳马步，薅紧他的头发，狠狠往地上一灌。陆老王爷浑浊的眼里突然闪过一丝金光。吐口水的小男孩被扔进祠堂罚跪，他不服气的娘也因为冲撞王妃的缘故被嬷嬷训了一通。我跟陆老王爷洞房花烛夜，他突然腰也不弯了，手也不抖了，眼睛也不花了，因为我双手叉腰，大喊一声，我要学陆家枪。他问我学来做什么，我爹娘都被蛮子杀了，我要报仇。他捻着胡子，好志气，可惜姑娘家上不了战场。我倔强的，谁说不行？花木兰你没听说过吗？他沉吟半晌，还是拒绝我。不成，你一个小丫头片子，还是学些姑娘家的玩意儿，以后另觅一个好夫君。我毫不客气地反驳，你一个异姓王，既然不准备留后，难道还要将这枪法带到土里去？他哑然失笑，会的话还挺多，快叫你乳娘进来，给你洗洗睡了。他明显不打算搭茬，我也不气馁，他不肯教我是正常的，来日方长。陆老王爷招呼乳母进去照顾我，自己去书房睡了。第二天我早早起来，在院子里扎马步，嚯嚯哈哈，好不热闹。陆老王爷来看我，气定神闲地对我评头论足起来，腿脚往下扎稳了，又点评我出拳，软绵绵的，不成样子。直到我腿抖得跟鹌鹑似的，再也站不住，他才许我去休息。提心吊胆的乳母看我一脸不服气的样子，反倒放下心来，一边给我洗脸，一边低声，听说表小姐那头倒是轻省，那郡王一家子病秧子倒都是好脾性，也没人为难他。我嗯了一声。第二天照常去扎马步，连着10天，
陆老王爷仍旧只是点评我马步和拳法，没有半点要收我为徒的意思。我在去扎马步的时候，院门外探出一个头。哦呦，祠堂罚跪看起来结束了。那男孩看着我，突然双手举过头顶，恭敬奉上一个食盒。被我痛揍之后，他好似突然开了灵智，嘴巴也会说人话了，举止也规矩了。婶娘，是我错了，您老人家千万别跟我计较。食盒里头是热乎乎的小老虎馒头，我拿起一个咬下，满口豆沙甜蜜，还算有孝心。谁让你来的？我含含糊糊地问，感觉不太可能是他笑得开心的娘。他摸摸鼻子，我大哥说的。那是我第一次听见陆一舟的名字。他是陆家子侄里难得会读书的出息人，总角之年就考上了秀才，如今在山兰书院里读书，一旬回来1日。我说，替我谢谢你哥。他有点羡慕地看着我一身短装，婶娘你能跟叔公学武，真好。他垂头丧气，叔公说我们家没一个有天赋的，不打算教我们，教了也学不会。他有没有天赋我不知道，但就凭他娘那种胡搅蛮缠的性格，不让他学也是个很英明的决策，就怕学了会惹出什么事来。我们一起坐在台阶上，一人一个豆沙馒头。你也要当将军吗？陆怡成问我。我点点头，又摇摇头，等我学会枪法，就回北疆杀蛮子，给我爹娘报仇。他钦佩地看了我一会。婶娘，我再也不说你丑了，到时候你学会了，能不能带我去北疆？我帮你杀蛮子。他的声音很认真。小孩子的恨和原谅都像一阵风，来得急也去得快。我叫江不败，你呢？陆怡成。从那天起，我跟他成了朋友。我当了陆王妃3个月后，又见到了表姐。她容光焕发，衣着精致，已经完全是京城贵妇的模样了。她贴心地为慎郡王披上外衣，那温文尔雅的青年看向她的眼神满是爱意。但我扑入她怀中的时候，还是闻得到她身上我熟悉的味道。她摸着我的脸，黑了，瘦了。我赖在她怀里，听见她低声问我，她肯教你了吗？我摇摇头，有点沮丧。这些日子我还是在跑圈、扎马步，做些最基础的操练。表姐定了定神，不急，拜师学艺吗？总有个过程。她告诉我，慎郡王家产尚可，等她慢慢掌握。到时候等我学会陆家枪，她储够钱，我们姐妹俩就一起回北疆。她出钱，我出人，杀的蛮子片甲不留。我江不败和他江永胜，在离开北疆之前就歃血为盟，谁不回来谁是小狗。如今我俩小手指上的伤早已愈合，但是我们一定会说到做到。我依依不舍地跟表姐道别，打算去翻陆老王爷的书房找枪谱。他不教，我就偷学，却在他书房门口跟一个小郎君撞了个满怀。他对我郑重弯腰，冲撞婶娘，是宜州的不是，语气很认真，这让我对他顿生好感。没人真正将我当作陆王妃，整个陆府都只把我当成一个不懂事的小丫头。只有陆宜舟还一本正经地给我弯腰行礼。陆宜成不知从哪窜出来，哥，你在干嘛啊？陆宜舟一把拎起小鸡仔一样的弟弟，不许这样失礼。他弟弟不服气，文绉绉的，哥你是个书呆子吗？我没理陆宜成，只微微张嘴盯着他哥的脸。陆宜舟可真好看啊。他弯腰跟我说话的时候，我没忍住摸了摸他的脸，跟豆腐一样。我哪见过这样白净的人。陆宜舟宽容一笑，唇红齿白的小郎君自己也摸了摸脸，可是见我脸上有污，笑起来更好看。但我很快回过神，仰头看他，喂，我是来找枪谱的，你知不知道在哪里？陆宜舟摇摇头，在下确实不知道，但为了表明他是站在我这边的，他还让我骑在他脖子上看了看博古家的最上面，上头积了一层薄薄的灰，却没什么枪谱。陆宜舟表示也许在其他架子上，又背着我看了好几个架子，陆宜成在前头给我们探路。我在他肩膀上晃晃悠悠，虽然没有找到枪谱，却十分有趣。我幼时的日子大多孤独，那个下午徒劳无功的找寻，虽然一无所得，却是我难得的快乐。很久之后，北疆的风吹在我脸上的时候，我才醒悟过来。其实陆宜舟早就知道博古架上不会有枪谱，他只是想哄一个无父无母的小丫头开心罢了。陆府稳定的生活环境，
每顿按时的热饭热菜让我开始长高长壮时。365天，我风雨无阻，每日都去院里练武。说是练武，其实只不过是基础的拳脚、强身健体而已。陆老王爷偶尔指点2句，陆怡成时不时来跟我一起吃个点心，给我带来陆一舟的礼物。听他说他哥哥又拜入了哪个大儒的门下，他娘又抱怨陆老王爷没有给打招呼等等。他小心翼翼地问我现在有没有学到陆家腔，我摇摇头，师傅还不肯教我。陆老王爷虽然没说，但我一口一个师傅，他也应得爽快。他有点迟疑，那他要是一直不肯教怎么办？我奇怪地看他一眼，那我也是要回北疆的。没了陆家腔，难道还没有其他的枪法吗？天下难道就他一个陆家腔？未必没有比他更强的枪法。我大言不惭道，平日负责吹捧我的陆怡成今天却很沉默。我用手肘顶顶他，你怎么不说话了？你放心，以后我教你江家腔。怎么，你不信？你叔公能想出陆家腔，沈娘我就不能想出江家腔？陆怡成还是不说话。我有点不满，回头刚准备骂他不敬长辈，结果却看见陆老王爷在身后摸着胡子看着我。他手里是一柄快有我2人高的金铁枪，枪身已然锈迹斑斑。他当的一声将枪插入演武场的地面，好大的口气，还是先老老实实跟着我把陆家枪学会，再想其他的吧。我双眼发光，师傅，你终于打算教我了？这枪给我用吗？他笑笑，哪日你能拔出这把枪，它就归你。我立马跪下，恭恭敬敬地磕了3个响头，师傅在上，请收徒儿一拜。陆怡成也要赶紧跪拜，却被陆老王爷拦住了。你没什么学武的天赋，就不要拜了。陆怡成苦着一张脸，叔公，我不像我哥，读书也不太成。陆老王爷沉默半晌，不嫖不赌，就是你的孝顺了。赶走陆怡成，陆老王爷，不，师傅问我，你可怪为师这1年什么都不教你。我摇摇头，从前我马步扎不住1刻钟，如今肩扛沙袋也能稳稳站上2刻以上，都是师傅教导的功劳。他点点头，你是个聪明丫头，自然知道我为什么不教陆家人。一来为了全我对陛下的忠心，二是我若教会了陆家小子，你就再没机会学了。如今你是我徒弟，我就要为你打算。他淡淡一笑，整个陆府都没你这个小丫头看得清楚。从那日起，我开始学陆家枪法，还有骑术、用兵。师傅会什么，就教我什么。陆怡成虽然没法正式学陆家枪，却也被送到了4、5堂里学武。师傅也并不阻止他偶尔来偷师几招，但在我看来，他确实没什么练武的天赋，每每跟我对打，总在3招之内被我放倒。就算他渐渐长高过我，也仍旧不是我的对手。寒来暑往，我也从需要用马镫才能上马，长高到可以自己跃上马背。不拜，你好厉害啊！陆怡成被我从马背打落，一枪锁在地上，却还是双眼发亮的仰头看着我。这段日子，他声音变得粗哑难听，我有点嫌弃他的公鸭嗓，但还是大度地接受他的崇拜。而嫩豆腐一样的陆一舟以最年轻的状元身份进了翰林院，前来教导我和陆怡成读书，看着我们不相伯仲的丑字叹气，终于还是弯下腰，握住我的手，一笔一画地教我如何写出笔锋。他教得认真，我却没忍住一再瞟向他的侧脸。莫走神。他的声音温柔的没有一丁点责备。他很快放开我的手，但我的心还是忍不住砰砰跳起来。你的脸干嘛这么红啊？陆怡成怀疑地盯着我。关你屁什么事？我垂下眼睛，但心口却砰砰跳得厉害。刚刚那一瞬间，好想凑上去蹭蹭陆一舟的脸。晚上睡觉的时候，我抱着被子，没忍住在绸缎被面上蹭了蹭。会是这种感觉吗？我的眼睛总是不由自主地跟着陆一舟转，甚至连平日最厌烦的写字都变得有趣起来，只盼得他一句夸奖。每日练武回来，我匆匆咽下几口饭，就开始点灯熬油的练字。字写了一张又一张，几乎要到3更天才睡下。日子一长，我的字确实有了长进。陆一舟却不见开心，语气淡淡的，不拜，你熬夜了。我想起今日梳洗时铜镜里眼下的青黑，赶紧伸手捂住，没有。陆一舟面色平静地收起我的字帖，声音几乎冷峻，
今天不用上课了，回去休息吧。我愕然怔住，只有陆一成飞快地收起了纸笔，兴高采烈地凑过来，不拜，咱们去西市逛逛吧。陆一舟低喝一声，蠢货，你留下来上课。他转身背对着我，将不拜，你回去。再敢这样，我以后便教不得你了。我觉得天都要塌了，就连陆一成拿点心来我都提不起劲。你这么喜欢写字啊？我嘟嘟囔囔，不喜欢。他嚼嚼嚼，那你还熬夜练字作甚？我觉得陆一舟骂他是蠢货，骂得很对。他盯着我没动的点心，这个你还吃吗？我眼疾手快地抓起糖三角，要吃。范家14的糖三角兜得满满红糖馅儿，只是今儿吃着并不怎么甜。我摸摸肚子，吃一个点心比不吃更饿。听说今儿西尾楼有羊油炊饼卖。陆一成眼巴巴地看着我，算了，当陪你去的。我跳起来，拽着陆一成往外走。西尾楼平日里不卖羊油炊饼，难得烤一炉就人山人海的抢，还是早去为妙。十方沿着运河鳞次栉比，挎着鲜果篮子的小丫头大声叫卖，还没到西尾楼就能看见排队的人群。我和陆一成对视一眼，立刻分头包抄，是要拿下美味。人群挨挨挤挤，稍不注意就被挤得东倒西歪。幸好我下盘稳固，顶着人流也不屈不挠地前进。好不容易挤到小二跟前，却见他一摊手，炊饼售罄，客官改天请早咧。我刚要气得大骂，却看见不远处陆一成疯狂冲我挥手，另一只手里拿着2个热气腾腾的炊饼。我的嘴比脑子更先笑出来。我俩坐在运河边上吃烧饼，陆一成吃得快，吃完之后就百无聊赖地看着来往的船。突然他睁大眼指着一艘船，我哥。我虽然还在生陆一舟的气，却还是诚实地探出头去看。精致的游船里，陆一舟和一个姑娘正相谈甚欢。那姑娘身姿袅娜，举止娴雅。对哦，今天是阿娘给她相看的日子。相看？我疑惑地看向陆一成。啊，我哥到了年龄，也要娶媳妇的吗？我停下了咀嚼，羊油烧饼突然变得索然无味。为什么要娶媳妇？我突然发起了脾气。大家都永远在一起不好吗？为什么要别人来改变现在的生活？我现在过得每天都很开心，为什么就非要变呢？我在陆一成惊讶的目光里不管不顾地嚷嚷，却被河边传来的惊呼打断了思绪。西尾楼拥挤的人群靠河边太近，一个小小的身影没有站住，就这样落入了水里。篮子里的果子散落一地，是叫卖的小丫头。她在河里沉沉浮浮，可往来船只众多，稍不注意就会将人碾过，轻则受伤，重则会沉入水底，翻不了身。所以岸边的人虽然着急，却也并不敢轻易下水。我也不骂街了，只把羊油饼往陆一成怀里一塞，撒腿就跑。我灵活的一踩一跃，伸手摘下一旁的韭黄，将那根笔直的竹竿握在手里。不拜！陆一成在身后叫着我的名字，我却没有回头。我深吸一口气，跳入河中。我潜入水中，直到摸到河里的石头桩子，才从水面探出头。这是用来记录水位的定河石，它伫立在河道中，坚硬无比，自然不会有船直愣愣地撞上来。我双腿在石柱上盘紧，然后将手里的竹竿向那落水的小丫头伸过去。她立刻救命稻草一样紧紧扒住，死活不肯放手。竹竿那头一沉，我几乎快要拿不稳。心念电转，我刺出竹竿，那小姑娘手痛之余便不由得松开些许。我趁机将她往我这边扒拉几次，她终于反应过来，不再死命拽着竹竿，反而努力往我这边扑腾。可是我的动作却慢了下来。若我功夫再好一些，力气再大一些就好了。我喘息声越来越粗，腿也渐渐发软。就在我要撑不住的前一刻，有人咬牙切齿地拎住了我的衣领。是陆一舟。他的姿态很熟练，因为他以前曾经无数次拎起过在他书房调皮捣蛋的我和陆一成。一件厚实的披风劈头盖脸地将我裹住，他打横将我抱起，将我放在茶炉边，又黑着脸吩咐人赶紧点上炭盆，一边急着去请大夫。等我终于换了干爽衣服，陆一舟才找到机会训斥我。再敢这样，我就……他恨恨的，却一时住嘴，不知道该说什么。我顺手捋了一把滴水的长发，不服气道：
可我总不能见死不救啊。你放心，以后我会更努力练好武功的，不要你救。他哑然，现在倒硬气。他用棉布擦拭我的头发，我摇头晃脑的任他摆弄。以前只想着杀蛮子，今天却才知道，原来学武也是可以救人的。我看着自己手上被竹竿划破的伤口，喃喃道：我一定要学会陆家枪，我还要学很多很多武功。陆一舟的怒容不知不觉消去，他握住我的手为我处理伤口，唇角微微勾起。是，你这样聪明，什么都会学成的。我讨好的看向陆一舟，一舟哥哥，你不生我气啦？他又板起脸来，不许再这样鲁莽了。我嘴上敷衍的应着，偷看他的一瞬间，对上他半是无奈半是叹息的浅浅笑意。我后知后觉，咦，陆一成呢？陆一舟的脸上浮现出难以言喻的尴尬，他跟着你跳下水，却不小心撞到头了，正在后头休息呢。我震惊于他的傻，但还是赶紧过去看他的情况。他还在昏迷中，幸好受的伤并不重。大夫说，好好休息几日便无碍了。有人替他换过衣服了，除了碎银些许，他怀里还藏着我的半拉羊油烧饼。我将那早已被河水泡得发软，又湿又冷的炊饼拿起来，咬了一口。羊油烧饼果然很好吃。下一刻，陆一舟从我手中夺过了烧饼，换成了一碗热姜茶。你啊，我愈发认真地开始学武，就连师傅都劝我不必着急，你年纪还小，太过急躁反而不好，不必揠苗助长。只有我自己知道我在急什么。我好像跟之前不一样了。我这么努力，练武的进意却慢了下来。证据就是我已经不再能轻松赢过陆一成。我的胜利每一次都是险胜。我第一次输给了陆一成的时候，我的长枪被他的剑打落在地。那一瞬，不止我，连他自己都愣住了。回过神来，我下意识看向师傅，他只是平静地看着我。我飞快垂下头，不敢去面对他失望的眼神，更不敢面对失望的自己。我长大了，不再是那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小丫头。我听得见陆府其他人对我的评价，说我野性难驯，说我跟其他人不同，说我天天嚷嚷要回北疆是白日做梦。我总是告诉自己，我是有天赋的，起码我总能打败陆一成。但今天我输了。我呆呆地站在马场上，赢了我的陆一成看起来比我还要手足无措。他小心翼翼地捡起我的枪，不败，给你。他已经比我高了一个头了，肩膀也比我宽阔，甚至连腿都要比我长。陆一成问我要不要再比一次，我冷笑，然后你故意输给我吗？我低头看着自己手掌心上的茧子，突然觉得极其疲惫。陆一成是他亲叔公认定的没有天赋，可就是这样的他，我也打不过了。那我算什么呢？也许一开始我就不该学武。我虚弱地接过枪，陆一成战战兢兢地看着我，好似怕我下一刻将他捅个对穿。我的手一松，那枪无力地跌落在地上。但这次我没再捡，只是拖着脚步慢吞吞地转身离开。不败，将不败。我没理他，回自己的院子后便呆呆地躺在床上发呆。我如今练武是不行了，读书也不成，更不像表姐，这些年已经将慎郡王家的产业翻了几番。如今姐夫在外头说话声音都硬气了，在家更是对表姐百依百顺。我翻了个身，用被子蒙住脸，就连乳母来叫我吃饭我也不肯去。我昏昏沉沉地想着，我就不应该来京城，要是那个时候跟爹娘一起留在北疆就好了。咚咚咚，我烦躁地翻了个身，对着门外怒吼，我说了我不吃饭。外头沉默片刻，半晌，咔嗒一声，陆一成的声音响起，那你吃不吃笋肉馒头？我猛地翻身起来，陆一成是翻窗进来的，怀里还夹着一个滚烫的油纸包。我看着他就烦，你走。他有点委屈，我又不是故意的。我的火气蹭蹭直冒，管你呢，你给我走。他很不解，你从小赢我这么多次，我只不过赢一次，值得你这么生气吗？我脱口而出，我跟你不一样，你又没有练武的天赋，否则师傅怎么只教我，不教你呢？陆一成递给我笋肉馒头的手停在了半空中。这话一说出口我就后悔了，可是我正是最烦闷却最有自尊的年纪。我扭过头，不肯去看陆一成的脸色。
也没有接过他递来的馒头。他的手慢慢垂了下来，我张了张嘴，但终究没有开口。第二日，我拖着脚步去了舞场。我本不想去，可是多年以来的习惯还是让我准时出现在那儿。就连师傅也是。我深吸一口气，打算按部就班开始今日的训练。可就在我长枪练到第3式的时候，师傅的木尺止住了我的动作。无心练武，便不要练。我很沮丧地坐在台阶下。陆怡成今天没有来，也是，我昨天说了那样过分的话。虽然我常笑话他傻，可他毕竟不是个真傻子。我竟然觉得孤独起来。我低头用脚蹭了蹭泥地，蚂蚁慢慢悠悠地在一边打转。陆一舟不知什么时候出现的，就这样神情自若地坐在我身边。他温文尔雅，青竹纹的衣襟潇洒伟地。我怅然若失地想，自从那日落水后，我再也没有听说过陆一舟要相看其他贵女的消息。你要骂我吗？我小声问他。他挑挑眉，为何要骂你？我喃喃道，我说了不是我本意的话，难听得很。他笑了笑，哎呦，我说怡成怎么闷声不响将自己关起来，原来是跟你拌嘴了。我无限惆怅，陆一舟，你说我是不是很可笑？我连陆怡成都打不过，谈何为父母报仇？他安静了一会，将军未必是武功最高、最壮实的一个。你今日只输了1次，不败，你以后还会输很多次的。我震惊地看着他，你会安慰人吗？他慢条斯理的，只要你继续练武，你就有可能会继续输，但也可能会赢。我蹙眉，只低声嘟囔，说得简单。他的手很轻柔地在我头上拂过。是啊，我不是你，无法体会你的辛苦，可是我有眼睛，看得到你骑在马上的时候有多开心。你不是闺阁里养的花，你是北疆的鸟。我转过头看他，那你呢？他眼睫微微一颤，我声音很低，你欢喜？不败。乳娘的声音远远传来，你阿姐来了。我没有听到陆一舟的回答，就被乳母带走了。我还在遗憾，因为我年岁渐长之后，陆一舟就不再如小时候一般与我时常见面了。也许因为他出了翰林院，目前在枢密院里任职，他的官位越来越高，在陆府的时间也越来越少。但很快我就没心思再去想那些了，因为我的表姐慎郡王妃大步走了过来，纤纤玉指柔柔软软的，发力凝住了我的耳朵。啊啊啊！我的惨叫声响彻陆王府。表姐，你干嘛啊？她手指用力，声音凉凉。我今日收到陆老王爷的口信，说你没什么练武的心思。刚刚从武场陪你出来的，那是陆一舟吧？仿佛心底最微末的一点心虚被人发现，我惶恐地看向表姐。她松开了我的耳朵，然后狠狠地在我后脑勺上来了一下。我惊痛交加，干嘛打我？你在我这年纪自己都嫁了慎郡王，我就不能？表姐怒喝一声，将不败，你若只是个普通女孩子，我就算什么都不要了，也要让你嫁的意中人。可你天生是练武的料，你忘了以前的你发过什么誓，忘了跟我歃血为盟吗？我愤怒地反瞪着他，我没忘。可你错了，我没有练武的天赋，我竟然输给了陆怡成。他一个普通人，我连他都打不过，还有什么资格说我要给爹娘报仇？我吼完那句话，却没来由地觉得鼻酸。没注意表姐的脸抽了一下，我抽了抽鼻子，粗鲁地用袖子擦了擦。表姐冷静下来，你还记得是谁说要学陆家腔的吗？将不败，你一个女子，其实没有人期待你回北疆，除了我，因为我相信你，我从来没有怀疑过你的能力和天赋。我委屈地看向表姐，可我要是不行怎么办？她掌心温热柔软，替我擦去眼角的泪。我们不败这样聪明，就算这条路不行，我们也有别的办法。我仍旧愁眉不展。表姐面色一绿，谁跟你说陆怡成是个普通人的？我声音含混，师傅啊，他说陆怡成天赋平平，所以才只教我，不教他。表姐表情难以言喻的微妙。陆怡成是司武堂最年轻的首席大弟子，就连大司堂都赞他天赋过人。他顿了顿，他虽是你的晚辈，你却也不能这样埋汰人家。我睁大眼睛。表姐叹了一口气，将我揽入她怀中。
他身上仍然有我熟悉的味道，但如今还混杂了京城昂贵的香粉气味。她如今是无可挑剔的京城贵妇，慎郡王府人人对她赞不绝口，贵女名门都以与她结交为荣。可她还是一如既往地戳着我的额头，手腕上玲珑玉镯和金环叮当作响。将不败，我们说好了，谁不回北疆，谁就是小狗。我在她身上蹭了蹭，含糊地嗯了一声。我可不想当小狗。我去街上绕了一圈，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就绕到了四五堂门口。我犹豫了一会，还是下马往里头走去。原本只能隐约听见的呼嚎和求饶声越来越清晰。一群青壮少年正在打擂台，我瞧着有趣，便站住了脚。其中一个最厉害，拳风迅猛，力大无比，连着2、3人都未将他打下去。我一时兴起，便跃了上去。只一上去，就惹得众人哄笑。小娘子，来找夫君啊！我慢条斯理地活动了一下手腕，不，来找下属。果不其然，这句话引来一阵嘘声。不过，在第一个人被我踢下擂台后，这嘘声变成了不敢置信的抽泣声。力大又如何？头脑和策略方式驾驭力量的缰绳。第2个、第3个被我踢下台。不败，不败！他们热烈地欢呼，我扬扬手，矜持地示意他们喊大点声。不败！陆怡成震惊的声音传来，我才反应过来，我原本是想来找他道歉的。他烦躁地驱赶着旁边起哄的小青年们，滚滚滚，围在这做什么？人人都在躲避他的拳头，显见他在这儿威望挺足。他仰头看我，明显不满，你跟他们打什么？你不是只跟我打的吗？我跳下擂台，咬咬唇，还是说了声对不住。他表情一软，嘟嘟囔囔，我又没生气。我绕着他转一圈，真不生气。他眼神跟着我转，真不生气。我天赋没有你高，在你眼里自然觉得我资质平平。我叹气，才不是，但是又忍不住笑出来。他低声，你不记恨我以前说你丑，我就很满足了。我宽容的一扬下巴，我又不丑，一听就是你胡说。他咧嘴一笑，牙齿白得发光，谁都知道你不丑啊。我跟他肩并肩往外走去，吃羊杂汤去。成，今日说有好鱼炸。闲话2句，陆怡成突然没头没脑，你别找他们做下属。我不知道他从哪突然来的这句话，就听他继续说道，你忘了，我会当你下属，陪你回北疆。我伸出一只手，说真的。他的手滚烫而坚定地握上来，真的。那日我感慨陆怡成的义气，跟他在玉仙楼里喝了个痛快，没受酒上了一壶又一壶，最后陆怡成喝了个醉倒，我还在哈哈大笑。不过陆怡舟黑着脸走上来，我就不敢笑了，只讨好的看着他，怡舟哥哥，你要不要来一盅？陆怡舟接过酒杯，仰头喝尽，然后握住我的手，哄劝道，好了，酒已喝完，我们该回家了。我迷迷瞪瞪地看着他，任由他将我领出雅间。路过酣睡的陆怡成的时候，似乎还踢了他第一脚。见我脚步虚浮，陆怡舟在我面前蹲下，上来，我背你回去。我有些赧然，连连摆手，我很重。他不由分说，上来。我趴在他背上，任由他稳稳将我背起。怡舟哥哥，你身上好香啊！走得稳妥轻松的陆怡舟突然趔趄了一下，我赶紧搂紧他的脖子，怎么了？要不我还是下来。他声音有点恼怒，有点紧绷，别乱动。我下意识地在他耳边蹭了蹭，陆怡成怎么办？自然有人去接他。哦，我踏实地在他背上放松下来。怡舟哥哥，你现在在忙什么呀？我都好久没见到你了，等我回了北疆，一定会想你的。他侧过头，小骗子。什么？我没听清，下意识往前凑了凑，唇边似乎擦过什么柔软的东西，又甜又热。真的这么想回去吗？他的声音阴哑。我不假思索，我要回去，表姐还等着我呢。我不要当小狗。陆怡舟可能也没明白当小狗和回北疆的联系，但他的声音仍旧温柔。好，只要你想，我就一定要帮你做到。我嗯了一声，伏在他背上打了个哈欠，沉沉睡去。迷糊之中，我似乎被人小心地放在了自己的床上，又听见2个熟悉的声音在争执。反正我是要跟他走的，
你除了会做官，你还会什么？蠢货，你以为你这样就是帮他吗？他跟我才是。我翻了个身，将被子蒙到头上。好吵！我开始重新审视我练的枪法。师傅是男子，自然走的是刚猛雄浑一派。在力道上我有所不及，可在轻灵迅捷上我却有超越的把握。我终于能拔出师傅钉在地面的铁枪，可我却没有用。师傅跟我研究许久，给我重新铸了一柄枪，相较其他的枪更长几寸，1寸长1寸强。我走的是快速制敌的那一派，枪法也稍稍有些改动。师傅很满意，这样才算合适。我问他，我输给陆怡成的时候，他是否失望？他很平静，你是女孩，光凭蛮力自然比不过他。但行军打仗不是只靠力道，我教你练兵治军，管理粮草，这些才是军队胜利的根本。他摸着他的旧枪，但你亦不能松懈。你与为师来战，若你赢了我，便可以走了。我毫不犹豫，迎头而上。果不其然输了，但这次我丝毫没有沮丧，只在脑内细细复盘我输的原因。师傅很满意，这样的态度才算你摸到了学武的真理。又板起脸，指以后再不许瞎喝酒。我龇牙咧嘴地同意了。我开始计划回去的事宜。因为有师傅的人脉和陆一舟在枢密院工作的便利，我对北疆的战况也算了解。爹娘之前为北疆打下了10年的安宁，可是这些年来长久不动兵，不少部族又有了些蠢蠢欲动的心思。我问陆一舟，皇帝会同意我回去吗？毕竟我是他亲封的陆王妃。陆一舟声音平淡，但你更是江家的女儿。他声音很低，我从未把你当作陆王妃。我看着他微微黯然的眉眼，想说什么，却说不出口。可我要走了，我悄悄说道。他一只修长手指轻轻抵上我嘴唇，别说。我顿了顿，还是握住他的手。陆承旨，你心里欢不欢喜我？我情窦初开的小郎君，如今枢密院的长官，我的眼前人。我咬了咬他的指尖，他眼睫轻颤，声音低沉，就算这是我能为你做的最后一件事，我也要为你铺好回北疆的路。我抬起头，又尝到那日柔软的甜蜜滋味。我终于赢了师傅的那一日，欢天喜地地去找表姐。阿紫，我们可以回北疆啦！我冲进慎郡王府，来的次数多了，这儿的人都懒得为我通报了。我详细描述完如何打败师傅的场面后，兴头头地看向表姐。她一直温柔带笑地听我说话，此时也一如既往地握住了我的手。可她说，对不住，不拜，我没办法回去了。她将怀里的针线盒拿开，露出隆起的小腹。我怀孕了。我愣愣地看着她。明明表姐跟我说好要一起回去的。我安静了好一会，但下一刻我伸出手反握住表姐的，恭喜。我说，姐夫身体弱，大家一定都很期待这个孩子吧。她露出了歉疚的表情，不拜，你放心，你需要多少钱我都给你准备好了。她摸了摸我的脸颊，我攒的钱一半给慎郡王府，一半是你的。表姐垂下眼睛，你替我祭拜我爹娘还有伯父伯母吧。如果你回去了的话。我没说话。她叹息着，在京城住了这些年，我也习惯了。不拜，京城也没有什么不好。我看着表姐，翻过她的手，她小手指上的伤口早已消失不见。我缓缓开口，京城确实没什么不好，可这里不是我的终点。我或许不会一辈子在北疆停留，但是此时此刻，那里就是我的目标。我回过神，用力握了握表姐的手。阿紫，我是要回去的。以前我说我要杀蛮子，给我父母报仇。现在不同了，我不只要给父母亲人报仇，阿紫，我还要给北疆打下下一个10年的和平。阿紫，我会去的，带着我们2个人的份。你出钱，我出人，我们说好的。我赖皮地伸出手，给钱。表姐破涕为笑，柔软指尖又一次戳上我的额头，还怕我赖账啊？你自己瞧瞧账本，我都给你留着呢。我深深地看着他。阿紫，你保重。这么些年，他尽力照拂我，用自己的钱打点陆家上下，在京里努力地为了我造势。阿紫做了一切他能做的。他年少时与我的歃血为盟，我替他实现。
他是我子，我便只能当他忠诚的奴仆。我以王妃之尊奔赴北疆，本是惊世骇俗之事，但陆仪州为我据理力争。他说，北疆军队这些年都是用我爹娘留下的家产养着，只听我将家号令。更何况慎郡王府承诺，若我重回北疆，愿奉出半身家业以为前线士兵。最重要的是，那些蛮子近日对边关县镇的骚扰日益加剧，百姓苦不堪言。朝堂上有人仍旧不肯出兵，既然陆王妃有这样巨额身家，不如拨些安抚北边，这样也免得舟车劳顿。你是小孩子家不知道，一旦打起仗来，那才是劳民伤财之苦。我从陆仪州身旁踏出，面上淡淡，我小孩子家却生于边疆，从小见惯了北人贪婪凶蛮。他们与大人这样慈善好心的宽厚人不同，自小不知仁慈二字，只觉得这是软弱。小人畏威不畏德，就是这个道理。我抬起眼睛，直视皇帝，陛下，臣女的身家都是慎郡王妃，也就是我阿紫一笔一笔挣回来的。这钱他叮嘱过我，只能耗尽在军饷上，绝不可能拱手让给北人。10几年前，陛下曾为臣女和阿姐指婚，为的是照拂我们二人。如今亦到了臣女回报陛下的时刻，陛下，请允臣女回北疆。那个时候的皇帝小儿也长大了，我叫他皇帝小儿，其实他与我年岁相仿。我要回北疆，重振姜家的威名，他也要掌朝政，做一个真正的皇帝。小皇帝意味深长地看向我，宣父犹能为后生，丈夫未可轻年少。他郑重道，爱卿当破万里云烟。我们彼此交换了一下眼神，那句话他不只说给我听，也说给朝堂上的那些大臣听。我深深拜倒，多谢陛下。我勒紧马缰，轻灵跃下马。我鼻端呼吸的空气凛冽。3个月前，我率兵将蛮子打退30里，此时的市集上终于又恢复了几分繁荣的境况。不拜将军，今儿出来啊！边地百姓热络地跟我打招呼，可是皇上的封赏又来了。旁边的人笑嘻嘻，陆将军昨儿才得升骠骑将军，再来赏赐，总得10天半个月后了。还是陆大人的哥哥来宣旨吗？我示意他们别瞎扯，只问他们怎么不去新开的护士里做生意。他们撇撇嘴，将军，不是我们不给您面子，只是那北蛮子不可信，咱们小本生意可不敢跟他们赌。我笑笑，怕什么？如今咱们兵强马壮，不怕他们不付钱。这样，下次护士你们只管放心的去，我替你们互相作保，若有不付账的，我替你们追讨，可好？他们互相对视一眼，看起来倒是有些心动，却还是不敢承诺。我知道做生意毕竟还是要你情我愿，只再三保证，便继续去走访下一家。不拜。陆一成远远骑马过来，那边已经都说好了。我离开京城那日，他带着自己从司武堂招来的一群人马，陪同我一起出发。我说了要陪你去的。他长腿一夹，胯下骏马便乖巧地走到我身边，与我并肩而行。我大笑，你倒是守信。他一直在我身边，无论是我砍下蛮子脑袋的时候，独自去跟单于谈判的时候，甚至冒着风雪探路的时候。我松开自己的缰绳，小跑2步，跃上还在疾驰的马背。春天来了，北疆的空气里有淡淡的青草味道。你在想什么？陆仪成问。我在想，师父曾经不肯教我武功，世俗偏见和传统曾经将我桎梏，甚至与我同行的表姐最后都没能如约前来。但是我还是看见了北疆的春天。我微微一笑，在想你啊。全文完，皮皮听书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每天上新精彩小说，喜欢就订阅吧。